真的挺嚇人的。它每到一個節點的時候，這個纜車就會晃得很厲害。Hello， 大家好，我是夏木。說到伊豆，大多數人想到的都是溫泉，但最近連續的高溫讓人對溫泉毫無想法。今天我想暫時忘掉溫泉，沿着伊豆箱根鐵道一路尋找一些能讓人感受到涼爽的地方，看看夏天的伊豆值不值得專門來一趟。今天乘坐的是 JR 舞女號，先前往終點站的修善寺，一路往回走。現在已經到了修善寺這個車站了，然後這個車站是沒有辦法用日本的交通卡來出站的。如果上車的時候使用的是信用卡進站的話，這邊直接可以用信用卡出站。然後如果使用的是交通卡的話呢，會重新在這個出站口交550日幣，然後會拿到一張證明的紙。等你下次回到 JR 車站的時候，這個錢可以退回來。然後現在準備去坐巴士去到修善寺附近。下一輛巴士是11點20分。這邊天氣也是超級熱，不知道這邊有沒有涼快的地方，先去修善寺看一下吧。然後這邊是直接電車到了之後有連接的這個巴士的，在1號和2號這個乘坐的地方上車。剛好最新開的這輛是1號的這個巴士。然後巴士是可以使用這個交通卡的。現在到的是修善寺溫泉站附近，然後這個地方是停巴士的地方。這個巴士的車站面前還有一個小的咖啡店吧，好像是。然後這裡就是修善寺的街道了。等一下來逛一下，先去一下這裡比較有名的這個修禪寺，因為這裡的地名叫做修善寺，然後在這個街區中心有一座寺廟叫做修禪寺，應該是沿着這條路一直往那邊走。现在已經走到了這個修禪寺這裡了，然後在這個寺廟的面前是一條河流，這個好像是這邊的一條主要河流，叫做貴川，很有風情的一條小河，然後加上周邊的這個溫泉街的一個風景很漂亮，而且來了這邊之後，確實感覺這個風比東京市區要更加涼爽一點。修禪寺位於靜岡縣伊豆市，至今已有1200多年的歷史。相傳公元807年由弘法大師空海創建，鎌倉時代也曾見證過源氏家族的興衰。如今的修禪寺除了溫泉，更吸引我的是夏天這份難得的清涼。沿着貴川，溪水緩緩流過，寺內綠樹成蔭，耳邊只有風聲和水流聲。或許比起泡溫泉，這才是夏天來到修禪寺最舒服的方式。
這個寺廟裡面非常的大，然後进來的時候，在這個右手邊有一個净化心靈的，就是去拜之前净化心靈的这個洗手的地方。它這邊是溫泉水，這個水是燙的，一開始不知道，然後手伸過去的時候，這個水非常的燙，應該是這裡的一個特色吧。然後在這個洗手的對面，有一個掛了很大一口鐘，是敲鐘的這個地方。一個用石頭堆砌起來的一個高台，然後這個鐘樓這個亭阁就是造在這上面。然後周圍都是楓葉樹吧，非常的舒服，沒有太陽的直射，在這個陰涼的地方還是挺涼快的。然后在這邊也可以求一些修禪寺的這個朱印，每一個都非常的有特色。如果有朋友在收集這些日本寺廟的朱印的話，可以來這邊看一下。它有專門好像是夏天限定的吧，很漂亮哎。求籤的地方它有2種，一種是這個招財貓，然後還有一個是釣這個鯛魚，2種，每一種都是500日幣1次，這邊有個小盒子可以放進去。還有這些就是放在盒子裡自己抽的。在這裡也看到了"腳下照顧"這4個字，之前是在鎌倉的寺廟裡看到的一句禪語，不過這裡面是進不去的。寺廟的屋檐下面就是接這個雨水的這個裝置，沿着這個屋檐讓雨水流下來，然後下面有一個應該是儲水罐吧，在這個上面寫的字叫做"一雨潤千山"。我很少關注這種地方，感覺很有詩情畫意。在這個樹蔭底下，然後微風吹過，真的非常的涼快。
這邊好像有一家賣和果子的店，還挺大的，应該是可以買到一些伴手禮吧。不過先要去別的地方轉一圈。哦，這裡就是有一個叫做獨孤的湯，是一個小的溫泉，然後在下面。它其實是可以坐在這邊泡腳的，但夏天的話太熱了，沒有人在這邊泡腳。它是在河裡面，在這個貴川上面。這景色真的非常的不錯哎。哦，這邊好像連泡腳都不可以耶。它這邊寫了，就是說，按照法律來說，這個地方並不是浴場，所以不能在這邊泡澡，然後泡腳也不可以。這個獨孤的湯上面其實是可以泡腳的，有一個叫做河源湯。這邊是完全可以坐在這邊休息和泡腳的。不過現在是夏天，也是沒有人在這裡泡腳。然後在剛刚的這個獨孤的湯的上面有一條小路，是沿着河邊去到這個竹林的小徑，是 B 路線，這是沿着貴川走。這邊就是竹林的小徑了，也是可以進去的，而且晚上有點燈。這個竹林裡面非常的涼快，感覺每一天都待在空調房裡面，人也並不是很舒服，還是要到這個大自然的涼快的地方來待一待。然後在這個竹林的小徑盡頭，還有一座橋，叫做楓橋，也算是這一帶非常有名的一個景色。
然後在修善寺的这個商店街這邊，還有一個神社，叫做日支神社，進來看一下，也是很漂亮的一個神社。哇，这個神社裡面的樹都非常的大哎。日支神社始建於9世紀初，與修禪寺幾乎擁有同樣悠久的歷史，千百年來一直靜靜守護着這裡。神社裡最有名的是這2棵並肩而立的夫妻山，據說它們已經有約800年的樹齡。2棵杉樹根系相互連接，因此被視為祈求良緣、家庭圓滿的象徵。站在樹下抬頭望去，茂密的樹冠幾乎遮住了整片天空。陽光只能透過樹葉灑落下來。夏天來到這裡，耳邊只有風吹樹葉的沙沙聲和蟬鳴。现在到午飯的時間了，來這個獨孤的蕎麥麵大戶來吃個午飯吧。啊，實在太熱了，來吃涼涼的蕎麥麵。刚剛吃完午飯，這家獨孤蕎麥大戶的店味道非常的不錯，而且它使用的這個芥末就是這個山葵，是使用新鮮的這個山葵根，而且沒有用完的話可以帶回家，新鮮的特別的好吃。上一次在長野縣的安壇野的時候，並沒有吃到新鮮的這個山葵，反而在靜岡縣這個地方，因為靜岡縣也是產這個山葵的。很棒耶，這個可以帶回家。好了，現在吃過午飯，準備回到修善寺的這個車站，去到下一個地方。這邊逛的差不多了。现在重新回到修善寺，然後準備坐車去到伊豆長岡站。那附近有一座山，山上有一個露台，叫做碧空露台吧，我也不知道它中文叫什麼。去那邊上面看一下。现在从伊豆长冈站坐巴士來到了這個伊豆半島的由世界教科文組織認定的一個地質公園，在這個地方。然後這個地方是因為伊豆半島整體這個地貌特別的豐富，有很多山啊，然後有一些瀑布啊之類的，包括
像這個大石山非常有名的這個地方，所以整體被認定為是一個地質公園。然後要去的这個碧空露台就在這個畫面裡對面那座山上，是要坐這個纜車上去的。現在準備去坐纜車。不知道山上是不是涼快，因為在下面還是有點熱的。然後這個坐纜車的1樓有一個賣禮物的一個店鋪，還有一些跟富士山相關的一些店鋪吧，禮物吧。待會兒下來可以逛一逛，現在先去山上。然後這邊的這個纜車票加上那個碧空露台的這個入場券，可以在網上提前預定，然後也可以在來的這個地方買。這邊就是纜車的這個乘坐地方以及賣票的地方了，就是在這家店鋪裡面。这個纜車裡面非常的熱，然後進來的時候會送你一把扇子，但是還好這裡有那個窗戶，這個風吹進來還是挺涼快的。另外，我要提醒大家的是，如果你是恐高症的話，有點不太建議，因為我自己就是有點恐高，然後我覺得坐這個纜車還是有點害怕的。我決定閉上我的眼睛，然後用這個相機來記錄爬坡的過程。我知道外面應該非常的美。除了他送的扇子以外，還送了一張明信片，據說可以在山頂郵寄出去，而且是免費可以郵寄的，就是這張藍色的明信片。然後還送了一些優惠券吧，可以在山頂的店鋪上使用。哇，現在終於到了山上了，山上的太陽光還是挺強烈的。碧空露台。中间這個藍色的地方就是比較有名的露台了，這樣繞一圈。哦，它这邊還做了一些比較合適的一個景觀。然後在這上面山頂上還有一座神社，我去看一下。现在上到这個山頂的水環了。哦，這邊風景還不錯哎，但是能見度一般般，而且這個上面其實有點熱，沒有涼快的地方，有點曬哦。不過這個水環還不錯，看上去。它是完全做了一圈，環繞了這個山頂。
外面實在是太热了，來這邊喝杯咖啡，涼快一下。然後邮寄明信片可以丟在這個裡面。點了一杯咖啡果冻冰激凌，還挺好吃的。这个上面这个冰激凌奶香味特別的濃郁，很好吃。然後下面好像是那個咖啡果凍吧，還沒有吸。這杯是980日幣。從剛剛的碧空露台，坐車回到車站之後，又打車來到了這個反射爐。今天明明說是來伊豆找涼快的地方的，結果來到了這個名字怎麼看都非常熱的地方——九山反射爐，就在這裡面。這邊是以前是一個煉鐵的一個工廠，大概是在江戶末期吧。過來看一下，它也是被認定為好像是世界文化遺產了，而且是日本唯一一座保留完整的反射爐。然後在這個後面有一片茶山，金剛縣的茶葉特別的有名。金剛縣真的有很多東西，這裡的景色很漂亮。應該是從這裡進去吧。看一下它的那個開館日，開館日是3月到9月是9點到17點，然後10月到2月是9點到16點半，休館日是每月第3個週三，票價是500日幣。九山反射爐建於江戶時代末期，當時面對西方列強的威脅，九山代官江川英隆提出建造反射爐，希望利用西方煉鐵技術鑄造鐵製大炮，加強日本的海防。由於他在工程完成前病逝，最終由他兒子江川英敏接手，於1857年建成。反射爐利用高溫反射熱能熔煉鐵水，是當時日本最先進的工業設施之一。如今，它不僅是日本唯一現存且曾實際投入運作的反射爐，也作為明治日本產業革命遺產的重要組成部分，於2015年被列為世界文化遺產。來到伊豆，除了自然風光，這座反射爐也能讓人看到日本近代工業正是在這樣的地方一步步邁向現代。現在坐電車重新回到了三島市區，來這邊逛一逛。三島市區還是有一些公園，比較涼快吧，應該。不過現在已經下午5點10分了，剛好傍晚時分，這個風還是挺涼快的。這一條應該就是三島這邊的一個主幹道了。這邊有個神社，叫做三石神社，好像是一片納涼的地方。哦，這邊有條小溪。哇，這個小溪邊好涼快。
這個小溪邊對面的房子好漂亮。這裡有一個寺廟，不進去了。還有一家麵包店，是賣這個美弄旁甜瓜麵包，就它的形狀做得像甜瓜。三島市的這個街頭還挺漂亮的呢，而且還挺寬敞的，店鋪也挺多。三島其實是一個非常有歷史的城市，然後它這邊還有一個小的地圖，告訴你一些有歷史紀念意義的一些地方，還有松尾芭蕉的這個做牌具的這個石碑吧。现在走去这个原兵卫川。哦，原来是在这边。哦，这条河流就是刚刚走过来的地方是连在一起的。然后它下面有一个步道是可以走路的，而且好像这边可以玩水。真的好多人在玩水。做好準備下水啦！哦，好涼快，這個水！天哪，感覺好久沒有走到這種水裡了。哦，這個水超級冰。看一下這條河，原兵衛川，它裡面會放生一些螢火蟲，然後夏天的時候應該會有螢火蟲吧。哇，這個河水非常的冰涼，這裡可能是今天這趟行程裡面最涼快的地方。沒錯，我現在正站在三島市的一條小溪流上面，非常的涼快。今天最涼快的一個地方了，這個湖水超級的冰。現在就在三島市的原兵衛川這條河流裡面，河水非常的冰涼，然後後面有很多人在玩水，在抓龍蝦吧，應該。在河旁邊的樹上還看到了這個蟬的蟬蜕吧，已經變成成蟲了，真的太夏天了。
栗子樹，結了很多栗子。今天從修善寺到碧空露台，再到三島市，伊豆夏日的涼爽都匯聚在了這原兵衛川。感謝各位的觀看，我們下個影片再見。